跨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科幻小说《死亡开关》，作者戴维·伊格尔曼。没有来生，人类却会以另一种形式一直活下去。在计算机时代之初，一些人死后也将留在他们大脑里的信息一起带走了，没有人能够打开他们在网络世界中留下的文件。科技公司也以各种保护用户隐私的说辞，拒绝提供逝者所有网络通讯平台的密码。一些逝者家属想要获知他们的社交媒体里给世界留下的痕迹，但都无法进入，只能独自承受悲伤。如果一些公司的员工去世，公司又急需使用逝者的这些文件，就会无法进入，结果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运作和效率。基于上述的种种因素，程序员发明了死亡开关。有了死亡开关，软件会提醒你每星期至少输入一次密码，以确定你还活着。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你没有输入密码，那么软件程序就会经过多重验证，由此推断你是否死了。如果确定了你的死讯，你的密码就会自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你的第二授权人，这样人们就可以利用死亡开关来做许多事情，比如将银行的账户密码告诉继承人，在某场辩论中发表最后的高见，或者道出在有生之年里难以启齿的某些隐私。死亡开关为人们提供了用电子方式告别人生的绝妙机会，很快人们都喜爱上了这种方式。这时人们已经不仅限于将银行账户密码发送出去，而是在计算机中预设程序，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发送电子邮件，宣布自己的死亡信息。电子邮件的开头这么写道：看来我已经死了，我想借此机会表达一直想说而没有说出的心愿。后来人们又发现，他们可以预先编制好一些信息，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发送出去，比如祝你87岁生日快乐。自从我死了以后，22年已经过去了，祝你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将死亡开关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到极致。人们不再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死亡，人们假装自己根本就没有死。智能自动应答程序擅长对收到的邮件信息进行分析，死亡开关能让去世的人恍若在世的以各种借口婉拒邀请，或在节庆纪念日里发出贺信，向亲朋好友表达自己希望不久能与他们重逢的愿望等。如今建立一个死亡开关，假装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，已经成为一种艺术。事先编制好程序的死亡开关，偶尔会发出一份传真，完成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手续，或者在网上购买最新出版的小说。更先进的死亡开关能够讲述好听的故事，交换一些圈内新进的笑话，吹嘘自己过去曾有过的人生辉煌，或者总结人生经验。死亡开关的出现对人必有一死的宇宙规律开了一个大玩笑。人们发现，虽然他们无法阻止死神到来的脚步，但至少对死神的到来不再畏惧。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类精神上的革命，人们不再有死后寂寞之感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仍然还活在世上的人来说，却越来越难区分生者和死者。计算机不分昼夜地传送着死者发出的各种社交活动信息，问候、吊唁、邀请、聊天、谈情说爱、致歉，以及只有熟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圈内笑话。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何方？多数人都已经死去，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少数人之一。当我死去之后，
我的死亡开关被激活时，在这个世界上所留下的只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网络，繁忙的信息来来往往，却不再有人去阅读它们。在寂静无声的地球行星上，卫星绕地球旋转着，纷杂多样的信息就这样在网络中飞来飞去。因此，人类的来生并非为我们自己存在，而是为太空中的其他文明而存在。当某个外星文明最终闯入地球之后，从这些琳琅满目的信息中，他们立刻就能了解到整个人类文明。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社交活动都继续存在于网络上，谁爱上了谁，谁善于竞争，谁惯于欺骗，谁为了一件伤心事而默默哭泣，谁回忆起一次欢乐的假期而开怀大笑。每个人与亲友同事的关系都留在了电子信息中，死亡开关惟妙惟肖地模拟着真实的社会状态，整个人类社会的网络简直都可以从中再次构建起来。地球行星的所有记忆都在计算机无数的零和一中保留了下来。我们可以永远地重温那些曾经共享过的笑话，弥补活着时没有机会说一些话的遗憾，回忆那些给我们带来愉悦却再也无法亲身体验的人生经历。记忆如今不再依赖人类而存在着，没有人会忘记他们，也没有人会厌烦这些被周而复始讲述的故事。这样的安排让我们满意，因为如果人死而有之的话，回忆活着时曾经有过的辉煌人生，也许是唯一觉得快乐的事情。